满洲与韩半岛同属东北亚地区和环渤海种族，是同源同种的亲邦。高句丽和渤海时代与新罗以南北朝互称，但随着新罗的深度中国化，满洲与韩半岛在政治传统上逐渐分道扬镳。韩半岛从此形成了高度中国化、儒学化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满洲则一直是多族群共主联邦的内亚化帝国，保持了权力制衡机制和丰富的多样性。918年，王建在韩半岛建立高丽王朝，是为高丽太祖。926年，契丹灭渤海国后，渤海太子大光显和部分渤海移民逃亡高丽，两国开始交恶。契丹遣使赠送50匹骆驼，遭到高丽太祖回绝。契丹使节一行38人被放逐孤岛，送去的骆驼也被饿死，但当时契丹并未采取军事行动。986年，高丽与中国结盟，共同对抗契丹，两国关系彻底破裂。随后，契丹对鸭绿江流域的女真和渤海旧部进行了征伐，打通了进军韩半岛的道路。993年，第一次辽历战争爆发，辽圣宗派遣契丹驸马萧恒德率军攻破彭山郡，占领了高句丽时代的故土。高丽派出使节徐熙和谈，萧恒德提出高丽退出高句丽故土，放弃对中国的臣属，改以辽为宗主。高丽则认为自己以高丽为国号，继承了高句丽的领土。事实上，高度中国化的高丽一名是取义山高水利，与内亚化的音译写成汉字的高句丽并非等同。高丽是继承新罗法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满洲国家渤海和契丹才是继承高句丽的共主联邦式内亚帝国。但双方都不愿扩大战争，于是达成和平协议。协议规定，高丽以辽国为宗主国，与中国断交。高丽使用辽国年号，向辽国朝贡。辽国将已经占有的江东6州的女真居住地作为封地交给高丽。辽国忠实地履行了协议。墨迹未干，行为模式越来越像中国的高丽就派出密使前往中国，请求连宋攻辽，但被宋拒绝。高丽才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断交，以辽国为宗主。1009年，高丽发生康赵政变，高丽将军康赵杀死高丽穆宗，拥立王寻为王，是为显宗。1010年，高丽尚书何拱辰杀死了95名前往高丽的女真人。女真向宗主契丹申诉。同年7月，辽圣宗耶律隆绪派遣大将军耶律允到高丽质问弑君之罪。康赵率30万军队驻守在同州，两国关系剑拔弩张。1010年11月，作为宗主国，辽圣宗为给臣属高丽穆宗报仇，亲率40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第二次辽历之战爆发。在同州之战中，辽军先锋耶律盆奴攻破高丽军的箭车排阵，生擒康赵，并将其处死。但康赵册立的高丽显宗仍然拒绝投降，并杀害辽国使臣。
因此辽军攻陷高丽首都开京，焚烧宫阙。高丽显宗求和，同意延续两国之前的契约，辽军遂班师返回。但在1014年，高丽又与中国恢复外交，而与辽断交。1015年，辽圣宗要求高丽显宗朝觐，并归还江东6州，遭到拒绝。因此，在1015至1017年，连续爆发第3、第4次辽丽战争。辽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并未达到使高丽臣服的政治目的。为了重申辽对高丽的封建关系，1018年，圣宗命东平王萧排压率军10万，发起第5次辽丽战争。高丽名将江寒赞动员了20万军队，以伏兵和蓄水奇袭的方式击败了辽军。辽军撤退时又遭到追击，损失惨重。圣宗对这次失利十分愤怒，准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此时高丽也无力再进行战争，因此1020年高丽请和，恢复对辽的封建臣属，两国恢复友好往来。辽丽战争起因是高丽流放辽国使节，在之后又发生多起杀害使节、扣押使节为人质事件，违反了最起码的外交原则。辽帝国作为满洲内亚共主，有义务处理臣属国家政变事件。但重度中国化的高丽内心对满洲内亚国家充满抵触，这一心理还会一再体现在对金元清的态度上。因此，本应是亲邦的东北亚国家之间大动干戈，使亲者痛，仇者快。辽太平11年，公元1031年，在位50年的圣宗逝世，代表着大辽帝国鼎盛时代的落幕。皇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为辽兴宗，改元景福。兴宗生母萧耨金自立为皇太后临朝，史称法天太后。萧耨金心存嫉妒，杀害了圣宗的齐天皇后萧菩萨哥。兴宗未能制止，也无法追责。法天太后重新启用许多圣宗时期罢黜的官员，导致政治日益腐败。崇熙3年，法天太后密谋废掉兴宗，改立幼子耶律重元为帝。重元将太后密谋告知兴宗，兴宗迅速控制太后，清除后党，开始亲政。辽兴宗执政期间，辽国国力开始衰落，其根源仍然是中国化集权国家的先天不足。官僚组织日益庞大，社会活力被行政权力干扰和破坏。虽然兴宗东征西讨，试图维护帝国权威，但治私易焚，政治反而愈加腐败。政治的缺陷也腐坏着辽帝国的军事力量。河西地区曾经由鲜卑人慕容氏建立的吐谷浑国驸马拓跋赤辞的后人拓跋元浩，在唐帝国崩坏后建立了以党项人为主体的大白高国，中国称之为西夏，垄断了河西走廊和通往中亚的商路。不但在经济利益上截留内亚通往中国的财源，在技术上也迅速凌驾于中国。
刀剑、冷锻甲、强弓、弩炮技术都远超中国。中国视之为眼中之钉，对其进行了数次战争，均以惨败告终。因此，利用外交杠杆，撬动满洲与白高国的关系，从而坐收渔利。在1045至1049年，为了申明对白高国的宗主权，并反击其在边境的挑衅行为，辽帝国发动2次对白高国的战争。由于轻敌，辽国先胜后败，其后白高国军入侵辽境，被辽军击败。1050年，辽军围攻兴庆府，又接连击败白高国军，白高国无力再战，辽帝国也损失很大，因此两国和谈，逐渐恢复和平。辽兴宗出于对弟弟的感激，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帝，但在自己临终时，又把皇位传给儿子耶律洪基。这种暧昧态度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麻烦。兴宗痴迷于佛教，曾下令禁止用网猎杀动物，但自己又酷爱打猎钓鱼，曾经创纪录的在1天内捕获36头熊，因此命进士做日摄36雄赋。兴宗对儒学很有好感，自己也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延续了圣宗开始的科举考试。尽管如此，科举考试仅针对幽燕地区，在外交上迫使中国增加了岁币的数量。但当兴宗在国书中希望与宋国互称南北朝时，被宋国严词拒绝。宋人坚持认为满洲中国一边一国。兴宗去世后，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在位时间46年，仅次于辽圣宗。辽道宗尊耶律重元为皇太叔。皇太叔这一头衔为辽帝国特有，辽代历史上一共出现过4位皇太叔。虽然按照内亚传统，皇叔可以纳入继承序列，但皇太叔更多是一种荣誉头衔，而非实际继承人。耶律重元之子楚王耶律聂鲁古以此为念，发动滦河之乱，企图杀死道宗，夺取皇位。在几乎成功的时候，道宗侍卫渤海阿斯、护卫苏等人将聂鲁古射杀，叛军群龙无首，立刻崩溃。耶律重元逃亡途中自杀，死前哀叹：“聂鲁古使我至此。”此次平乱中，权臣耶律乙辛崭露头角，迅速权倾朝野，直追圣宗时大丞相耶律隆运的地位。但比起耶律隆运为国护主、老成谋国，耶律乙辛则结党营私，迷恋权力，使辽国政治进一步腐化。太康元年，昭怀太子耶律俊参政，对耶律乙辛及其党羽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制约。乙辛等人感到未来太子即位，自己一定会受到清算，因此处心积虑迷惑道宗，构陷太子，试图置之于死地。皇后萧观音对音律和诗歌造诣很高，是满洲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其才华和趣味给了政敌以可乘之机。同年11月，
耶律乙辛等人诬陷皇后萧观音与灵官赵惟一私通。道宗与皇后本来已有矛盾，因此信以为真，遂将皇后萧观音赐死，史称十香祠冤案。太子因此忧愤，行之于色。耶律乙辛又趁势诬告太子谋反，太子因此被废为庶人，下狱问罪。在狱中被耶律乙辛杀害。道宗只有一个儿子，得知太子死讯，逐渐悔悟。在耶律乙辛将手伸向自己唯一继承人皇太孙耶律延禧之前，将皇孙保护起来，并处死了耶律乙辛。然而大错已经无法挽回。道宗时期，随着政治上中国化的加深，皇权更加专制，腐败不可收拾。膨胀的官僚系统使地方负担加重，农业区土地兼并加剧，边缘地区的部族则不断出现武装反抗。道宗大量兴修佛寺，供养数十万僧侣，发动各种平叛战争，更使财政困顿，社会矛盾丛生，国本逐渐空虚。1101年，道宗去世，由皇孙耶律延禧即位，即天祚帝。天祚帝年幼时父母均被耶律乙辛谋害，没有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对国家治理没有兴趣，而沉溺于享乐，放纵臣下，政治腐败。辽帝国开始显露末世的征兆。满洲东部茫茫林海，白山黑水之间，冰与火之中，淬炼陶露，璞玉浑金。一个强大的部族孕育生长着。他们曾经是护使使奴，让孔夫子过目不忘的肃慎人。他们曾是和鲜卑帝国交相辉映的务吉人。他们曾是高句丽帝国帐下最善战的末节勇士。他们曾是海东圣国渤海的缔造者。他们从酣睡中醒来，抖落身上的积雪，拿起手中的弓箭，跨上如风的骏马，告诉世界满洲的王者归来。他们即将在3年里灭亡当时世界上2个最大的帝国，成就不朽的传奇。他们被称为女真人。Jurchen 就是肃慎的转写。现在他们是辽帝国的臣属，为权贵们补鹰而奔波不停。帝国将编护其民的女真人称为属女真，而没有纳入的则称为生女真。辽帝国末年，贵族们沉迷游猎享乐，对猎鹰的需求量巨大，特别是满洲国鸟海东青，即 Shonkro， 号称万鹰之王，是满洲人民勇敢坚韧精神的化身，是萨满神话中至高无上的图腾。因此，帝国权贵无不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耀，频繁派遣使者前往女真各部横征暴敛，专门设置鹰路用于进献海东青。皇帝的使者手持银牌，称银牌天使，不但索要大量海东青等珍贵宝物，而且也趁机中饱私囊。此外，银牌使者留宿还要妇女侍寝，即使是有夫之妇也不能幸免。这些行为都严重破坏了原有的封建秩序，更对满洲自古以来一夫一妻的道德观念形成挑战。
最勇武之士，如同奴隶被权贵驱策猎鹰；最高贵的女子被荒淫的使者肆意侮辱。怒火和杀意在女真人的心里点燃。当这些朴实无华却拥有最聪明头脑的猎人们，这些与世无争却拥有最强战斗力的武士们，被人当作奴隶欺凌的时候，帝国的丧钟已经开始敲响。一些部族唱起双簧，暗中指使野人部落劫杀使者，抢回财物，再假意讨伐，重开鹰路，让帝国无可奈何。1112年，辽天祚帝在头鱼宴上要求女真各部首领跳舞助兴，唯独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再三拒绝。女真人与帝国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女真人强大的战斗力源于满洲寒带猎人的生存能力和杀戮技巧。狩猎和战争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必要条件。严酷的环境中，只有最聪明、勇敢、强壮的人才能存活下来。技术上追求精益和时效，组织上必须团结配合，才能够面临极端环境。因此，女真人征发调遣，视同一家，俗本至尽，人多臣雄，部落保武，季皆锐兵。这是千百年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形成的最优结果。女真人的战斗力体现在4方面：骑兵、坚忍、重甲、弓矢。内亚素来以骑射见长，女真人对骑兵的运用可以说炉火纯青。女真骑士的身体素质极高，可以在全甲状态下连续作战几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且每人2匹马轮换，始终保持强大的冲击力。普通女真人都具备超长的攀岩、游泳、忍饥耐渴的能力。长期的狩猎生活方式也培养了极佳的心理素质和冷静明智的头脑。每个人都是具有特种兵素质的荒野生存专家。得益于内亚商路千百年的熏陶，继承了渤海国优异的冶金基础，女真人开始使用冷锻甲，在技术和效能上领先于东亚。在武器方面，女真人的箭头分类非常专业，例如有专门破甲的铲形箭头，威力巨大。完颜阿骨打本人就是顶级的贵族武士，箭术精湛，曾创造一箭射出480米的纪录，而金军浦东士兵的标准射程是330米。为了提高精度和破坏力，女真骑士常常在距离敌人50米内再射击，往往破甲穿骨，一击致命。金军在组织上也更为优越，沿袭了化会议式的军事民主传统，所有人平等地提出意见，通过头脑风暴形成决策，一经通过，坚决执行。战后则论功行赏，军纪严明。对于女真人而言，战争就是一场围猎，而敌人的危险性常常不及熊和老虎。辽太祖在世时就曾称赞女真满万则不可敌，而此时的女真人才真正露出王者之相。辽天庆3年10月，完颜阿骨打继位女真各部落联盟长，称都伯吉列。1114年，率2500人起兵抗辽，破宁江州。萧四先率7000精兵集结于出河店，阿骨打率3700人夜袭，渡混同江，大败辽军。
1115年1月28日，阿骨打在会宁（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称帝，建立大金，年号收国。国号金源于暗出湖水，同时因为契丹意为冰铁，铁会朽坏，而金不朽，遂以金为国号。金国建立，远近各部州县纷纷归附，许多边地也效法起事，宣布自立。9月，金军攻占黄龙府，辽天祚帝这才如梦初醒，亲率举国之兵前往镇压，号称70万，而金军只有2万。战前，阿骨打按照内亚风俗，拔刀割面流血说：“敌众我寡，只要把自己全家交给辽国，即可免除战事。”各部群情激愤，誓言死战到底。辽军虽众，但各怀异志，而且尚未交战，贵族耶律章奴就在后方发动叛乱，天祚帝不得不回师平叛。金军趁势追击，在户部达纲与辽军主力接战。阿骨打集中全部力量打击天祚帝所在的中军，辽军崩溃。天祚帝直属主力尽丧，天祚帝只身逃回。户部达纲之战一举逆转了辽金实力对比。此后，辽帝国各封建主做壁上观，直到帝国彻底解体。1116年，渤海人高永昌复国，称大元国大渤海皇帝，与金国联手击败辽军。随后，金太祖要求高永昌取消帝号，高永昌拒绝，金军遂击败渤海军，占领东京辽阳，斩杀高永昌。渤海女真本来同源，因此渤海故地迅速加入金国。同时期的中国，由于宋王朝将科举官僚和无业流民都包养起来，还要与大白高国在西北进行战争，财政负担前所未有。宋神宗时，中国启用王安石变法，以便加强敛财，对财政困境有所缓解，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由于新法在盘剥平民的同时，也触动了地主士大夫的利益，因此司马光上台后，又将新法废除，反复收割韭菜，民生进一步受到打击。中国在唐宋之变后，无根的士大夫成为国家支柱。这一时期编纂的《资治通鉴》《新五代史》等中国史籍，往往充斥了狭隘愚昧的历史观。近现代中国人的大部分精神缺陷已经初具雏形。宋徽宗统治时期，轻佻奢靡，徽宗精通除了治国以外的所有艺术。整个士大夫阶层和皇帝一起对中国人进行压榨。尽管中国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繁荣之下却掩盖着难以想象的贫困和不义。很快，北方出现宋江等流民叛乱，南方则出现摩尼教徒方腊的大起义，各种民变此起彼伏。在满洲发生的辽金易代，很快震动了整个东亚局势。辽光禄大夫幽州贵族马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燕国和辽国，投靠中国宋王朝，献策联金灭辽平燕，趁辽国内乱占据幽燕地区。中国皇帝赐马直新名字为赵良嗣，意思是赵家的好儿子。中国统治阶层体现了一贯的投机和背信弃义，很快撕毁澶渊之盟，派遣太监童贯和匈奴人呼延庆作为翻译，远渡渤海，
于1120年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约定金国攻打辽上京、中京，中国攻打西京大同和南京、燕京。灭辽后，燕京地区由中国占领，中国将原来支付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国。燕云地区上一次加入鲜卑帝国和中国人扯上关系，还是在350年之前。而安史之变以后，燕云地区一直牢牢掌握在幽燕、粟特和满洲人的手中。但是在中国士大夫神奇的叙事里，燕云地区竟然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1122年，金军攻陷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逃亡夹山，宗室耶律纯在燕京称帝，史称北辽，并下诏将天祚帝废为王爵。中国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以太监童贯为统帅，率领15万大军从南方攻击燕京。辽国南北受敌，形势危急。宗室耶律大石挺身而出，主持燕京的防御，以少胜多，先后击败东路宋军和西路宋军。中国名将崇师道下令撤退，耶律大石趁机背后掩杀，宋军崩溃，死伤无数，崇师道几乎被生擒。耶律大石召见中国使者，责问其背信弃义，在满洲内乱时挑起战争，侵犯辽境。中国使者竟然以宋不取，金也要取作为理由，无耻之尤，令人观之。同年7月，耶律纯病故，辽帝国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德妃萧普贤女称制，军政事务由太师耶律大石和西王回礼宝主持。8月，中国得知辽国国丧，又一次集结50万乌合之众，狼奔使突，进犯燕京。耶律纯曾在辽东组建了一支名为愿军的部队，也称为常胜军。铁州渤海人郭药师逐渐掌握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权。郭药师是渤海人，同时也是幽燕贵族和辽国上将。在宋军兵临城下时，郭药师为保全民众而无奈降宋。随后，郭药师带领6000宋军奇袭燕京，并占领外城，但宋军忙于烧杀奸掠，而燕辽守军拼死抵抗，很快粉碎了宋军的图谋。耶律大石和回礼宝的辽军只有2万，而50万宋军却完全被挡在卢沟河畔，无法前进。宋军夜里看到河对岸四处起火，认为是辽军发起反击，顿时全军溃乱，烧营溃逃，以致互相踩踏。洛崖溺水者尸横遍野，物资沿途丢弃，散落数百里。虽然宋军不堪一击，燕京南面的威胁解除，但此时金军在北方势如破竹，已经推进至居庸关。德妃5次上表金太祖，希望称臣维持帝号，被金太祖拒绝，只好死守居庸关。但在金军优异的攻城武器轰击下，居庸关城墙倒塌，迅速失守。德妃耶律大石只能放弃燕京，从古北口撤离，前往夹山与天祚帝会合。天祚帝难以原谅耶律纯自立为帝，遂迁怒处死萧德妃。但大敌当前，在耶律大石的据理力争下，赦免了大石等人。1124年，在屡次规劝天祚帝避免直接与金军交战无果之后，耶律大石带领200骑兵出走，前往蒙古高原的克敦城，
即回鹘城。而一意孤行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彻底击败俘获，辽帝国灭亡。耶律大石则西迁至中亚，由于契丹和回鹘的特殊关系，迅速取得了西周回鹘的效忠，并整合了吉尔吉斯人、回鹘人的东西喀拉汗国，建立了西辽帝国，是为辽德宗。西辽君主称为古尔汗，突厥语意为全世界的可汗。1141年，耶律大石在卡特万之战击败了强大的塞尔柱突厥帝国，控制了粟特人的故乡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震动欧亚。古尔汗 Gurkhan 于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变成了祭司王约翰，成为不朽的传奇。西辽与辽帝国一样，都是在契丹回鹘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典型的内亚帝国，并且延续了辽帝国的国祚近100年。源于东湖鲜卑的契丹人，从满洲到中亚，从部族兴起到帝国解体，历经8个世纪。辽帝国是第一个统一满洲并同时整合内亚、经营东亚的大帝国，其成功之处即在于同时保持了集权和封建的2元平衡，并且与中国保持距离，只与其发生经济联系，但绝不在政治上深度介入，避免过度中国化带来的社会生态灾难。其失败则是违背了封建性原则，打破了原有平衡，丧失了对封建臣属的权威，激化了内部矛盾，加速了帝国的解体。满洲与中国在生活方式和政治传统上的差异，在这一时期更加清晰呈现出来。满洲的文化传统来自游牧、渔猎、游耕、航海、工商业等多种生活方式的结合，而中国文化的形成则来自黄河流域的内卷式农耕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很容易征服同化长江以南的东南亚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百越族群的稻作农业生活方式与中国高度类似，非常容易接受中国的儒化，在被同化后比中国本身更中国。而中国北部黄河流域则周期性被满洲和内亚征服，渗透了内亚式帝国的统治艺术和文化特征。满洲的政治传统是内亚式的协和共主政治，内亚草原的统治艺术非常适合多族群的庞大帝国，能够因俗而治，保留了封建性自由和各臣属的自治权利。而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儒家意识形态所推广的郡县制，则热衷于彻底粉碎社会组织，将自发生长的植被全部毁灭，然后统一在盐碱地上种植品种单一、容易收割的韭菜。所以，中国既能在短期内聚敛大量财富，更能在短期内透支社会活力，尤其不可避免周期性的大规模人口灭绝。作为典型的内亚草原帝国，辽帝国充分利用了内亚交通的便利性。内亚是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海洋，幽燕地区就是一个天然良港。燕辽联邦帝国治下的燕京，奠定了幽燕地区的政治经济重要性。在地缘上，满洲与中国始终处于竞争关系。在内亚海洋时代，这种竞争关系集中体现在高句丽与中国对内亚商路、朝贡贸易体系的争夺，以及辽帝国与中国对粟特和突厥人长期经营的自治商团云集的燕晋地区的争夺。相对于此，燕云16州的农业价值实际非常次要。
晋国被中国灭亡后，大量粟特、突厥、回鹘商团纷纷迁移至燕云、南满地区，幽州成为东北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经历数百年的自治过程中，已经不可能再适应中国集权式农业社会，因此与契丹和满洲其他部族结成联邦共主帝国是最合理合法的选择。而中国却处心积虑挑起战争，穷兵黩武，屡起边患，为满洲、晋国、幽燕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最后终于做法自毙，恶贯满盈，自食其果。长城一向以所谓防范满洲和内亚国家的入侵名义修建，实际其防御功能并不强，也非常容易突破和绕开。而长城真正的修建目的是阻止中国人逃离暴政和专制，投奔相对自由的满洲和广袤内亚。而燕云地区加入满洲联邦，使得长城失效，中国人可以非常容易地迁徙进入满洲国家的保护，而享受轻徭薄赋和更多的自由。所以中国才把燕云地区视为眼中之钉，猖獗发动2次入侵，企图将篱笆扎紧，以防羊群和韭菜的流失。对内，中国则发起变法新政，花样翻新，殚精竭虑地想出各种搜刮民脂民膏的敛财手段，以缓解财政上的困难。这种财政上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中国科举士大夫享受了本不配拥有的尊重和待遇。同时，为了延缓农业社会内卷，将所有流民都编入军队，冗官、冗兵、冗费，将号称中国史上财政收入最高的宋王朝吃得连年赤字。而中国史学家常常无耻地将自身财政问题归结为支付满洲的岁币，实际澶渊之盟的岁币仅相当于中国非法占领营漠2州的税收赔偿。而满洲大辽皇帝出于仁慈，不愿再进行战争，并且严格执行协议100多年，直到中国人背信弃义，从背后亮剑。历代中国人的政治都以北伐、消灭自由的满洲或内亚国家为至高目标，这与今天中国人反美反日的邪恶意识形态以及网络防火墙是一以贯之的，都是集权政体对自由乐土出于灵魂深处的嫉恨。这种内在的文化政治传统冲突以及地缘竞争的不易调和，意味着满洲不可能像东南亚稻作民族那样与中国融合，任何尝试融合的努力都将以惨烈失败告终。在中古时代，满洲和中国在地缘上既无法融合，也无法双赢。两国关系最黄金的时代可能是渤海时代，即中国事实上处于各地军阀自治独立的时代，直到5代。辽金时期是满洲幽燕地区通用语满大人语的前身汉儿言语的形成期，以中古时期的幽州为中心和晋古时代的承德为中心，在各部族交流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阿尔泰化的协和语。满大人语是从鲜卑帝国时代开始发生，历经1000年，直至金元时代最终定型。满大人语明确起源于满洲南部和幽燕北部。辽帝国在满洲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金帝国则以更强的满洲性、更强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式，将满洲推向下一个巅峰。
而中国士大夫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在其邪恶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蠢蠢欲动，做出超出正常人类认知的判断和决定，在燕云地区施展阴谋诡计，上演一幕可笑、可耻、可恨、可悲的荒诞剧。